如果你在寻找着一个 romantic 的爱情，希望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向往着人生可能只有一次的浪漫婚礼，你喜欢吃喝玩乐，喜欢进入5星级餐厅，那么这一集你可能要略过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云。这个频道是专门分享生活知识、个人经验、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今天来聊聊和荷兰男生和女生谈恋爱的真实过程。我今天所分享的都是我本人和我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我只是做了一个总和。我们觉得和荷兰人交往最重要的就是要坦诚，其实不只是和荷兰人了，和谁交往都应该要坦诚，我们别做渣男渣女。荷兰人对于伴侣是完全开放和坦诚的，但是他们也要求同样的回应。在恋爱中的那一些搞暧昧或是类似的事情，对于荷兰人来说不管用。你们也知道，有一些男生和女生就是特别擅长玩暧昧游戏，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现在是单身，他们没有在和任何人约会，但是从他们的手机里会看到他们在和其他人搞暧昧。如果你是喜欢搞暧昧这一类型的，那么你准备吃闭门羹了，因为无论是荷兰男生还是女生都不会接受这一点。当他们发现你在和其他人搞暧昧，他们会马上转身离开。我相信坦诚这个品质是我们都期望在我们的伴侣身上找到的，所以如果你想和荷兰人谈恋爱，就要做好这一点。荷兰人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会问一些非常隐私的问题，像是你之前有多少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或是一些有关于性行为的问题，像是你最后一次的性行为是在几时。你或许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和尴尬，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在约会的过程中，他们希望多了解你一点，而透过问你问题就是一种了解你的方法。你若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他们也会坦诚地告诉你。在约会的过程中，他们会希望我们不要伪装自己，可以坦诚相告，做真实的自己。还有一点就是，当荷兰人在约会时觉得感觉对了，拥抱和亲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无需要任何男生来为你的消费买单，那么你找对了，荷兰男生绝对符合你的要求。在这里，无论是荷兰男生还是女生都不会为我们的消费而买单，而是执行 AA 制，就是所谓的 Gold Dutch。这是不管是第一次约会还是日常生活中哦，我相信你们也很常听到这一些，真实情况就如你所闻。其实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对于荷兰人的刻板印象就是小气，所以我们就问了我们的荷兰女性朋友，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荷兰女生都不介意这一点吗？她说荷兰是男女平等的国家，现在的女性都非常独立，都有能力为自己的消费买单。她说的也没错，现在很多女性都是经济独立的，所以如果你向往的是一个传统性的恋爱方式，就是男生要承担起女生所有的费用，要顺从女生，那么别和荷兰男生交往。荷兰女生也是一样的哦，就是独立，她们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所以男士们，如果你们想和荷兰女生交往，就要准备做好这一点。倘若你们有认识一位荷兰男生愿意每一次都为女生买单的，请在评论区里告诉我，我想认识这位男生。如果是单身的话，我可以把他介绍给我的姐妹们，或是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荷兰人是随性民族，他们没有意大利人的穿着品味，无论在什么场合，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休闲打扮，就是一条牛仔裤和一件 T-shirt。如果你是女生想和荷兰人交往，真的无需要穿高跟鞋、化浓妆什么的，请相信我，休闲打扮就好了。如果你想象中的约会是那一种荷兰人会带你到高级餐厅，一边享受美酒佳肴，一边约会，那是不太可能的，忘了吧。和荷兰人约会，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你很有可能会被带到快餐店或是 pizzeria 这样的地方用餐，就是这么随性。这么说吧，也许不能说荷兰人完全不会带你到高级餐厅去，但是这样的情景真的不太常发生。如果你是喜欢吃喝玩乐，喜欢进入高级餐厅，喜欢吃高档的食物，也许可以考虑其他国家的男生或女生，但是绝对不是荷兰人。荷兰人不像法国人，他们不是浪漫主义者，他们是务实派。
他们不会给你搞什么惊喜的派对，也不会来一个浪漫的旅程，也不会三不五时买小礼物给你一个惊喜，也不过什么情人节。如果你想荷兰人帮你的购物车买单，那你大可死了这条心。大部分的荷兰人对精品不感兴趣，他们也不会因为他们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生日而为他们花一大笔钱购买生日礼物。在荷兰，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都是经济独立的，想要就自己买。还有一点和我们的华人文化有很大的冲突，就是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在华人的世界里，首先是男生女生谈恋爱，然后结婚，接下来就是生小孩。但是当你和荷兰人谈恋爱的时候，如果双方合得来，感觉对了，接下来就是同居。说到这里，再想想华人的世界里，如果没有结婚就把人家的闺女带回家同居，你可以想象那女生的父亲一定会把你给干掉。荷兰人绝对不会在没有同居的前提下就直接结婚，这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相爱容易相处难，他们先要确定两人是否在生活上能够磨合，再进行下一步。同居之后，他们接下来会想的就是我们或许可以要一个小孩。在这时你就会想，那么我人生中可能唯一一次的婚礼呢？我的钻戒呢？我的求婚过程呢？我的订婚过程呢？在荷兰人眼中，这一些都可以被略过，它或许会发生，或许都不会发生。在这里，即便你有了小孩，也没有人在乎你结不结婚。在荷兰人的观念里，结婚并不是一样人人都必须要拥有的东西，它完全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不结婚也并非是一种失败，一个遗憾，或是人生成年里的一种缺失。即便是一个荷兰女生带着小孩，拥有着丰富的感情经历，事业有成，仍然单身，她会说 Marriage is not my cup of tea。 如果你向往的是一个传统的婚姻观念，那么千万别找荷兰男生，因为他很大可能会不认同你的观点，这会让你失望了。最后在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当你和荷兰人表白的时候，如果对方不喜欢你，他们会直接当面的拒绝你，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哦，他们不会婉转的拒绝你，他们会直接的拒绝你。就像如果我喜欢一个荷兰男生，我想对他表白，我会跟他说，我喜欢你，你可以做我的男朋友吗？我们可以尝试交往吗？如果他对我不来电，不喜欢我，他会直接的拒绝我说，不可以，因为我不喜欢你，就是这么的直接。你或许会觉得说，这也太没有礼貌了吧，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吧。但是往好的一方面想的就是，他们其实不拖拉，也不浪费彼此的时间，他们不会给你一个虚假的希望，觉得说你们自己还有机会。即便是在第一次约会之后，如果我的荷兰对象觉得我不是他要找的那一个人，在约会的尾声，他会告诉我说，我们不合适，到此为止，绝对不拖拉，也不会加以掩饰。这是因为当荷兰人在谈一场恋爱的时候，他们会想知道说下一步是什么，这个恋爱可以走多远，他们是否应该在彼此身上下功夫，就是有规划性的那一种。当然，这里也有风流的荷兰人，只想找炮友，不想要有固定的伴侣。对于这一点，他们也会坦诚地告诉你，至于接不接受，那就取决于自己了。如果你们有和荷兰人约会过，或者是交往过，无论是好的、坏的，男的还是女的，都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分享你们的经验。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可以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我们下期再见。Everything that you do, take heart. When you were 8, your daddy said, never take your life for granted. Believe in second chances, my